李白如果不喝酒，还会不会写诗？他究竟会不会剑术？关于对李白的争议，从其出生时就已经开始。他好饮酒，善剑术，喜交友，几乎走遍了大唐境内所有的名山大川。天生奇才，却一生郁郁不得志。他虽然是有名的赘婿，但却生性狂傲，敢让大太监高力士脱靴。那么，历史上的李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？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，一起走进诗仙李白的一生。李白少年时就很喜欢剑术，后人都知道李白的诗、裴民的剑术、张旭的草书，合称为唐代三绝，但却不知李白的剑术之高，仅位于裴民之下。武则天去世这一年，李白5岁开始发奋读书，15岁时就已经作有诗赋多首。他精彩重诗，在诗赋上极有天分。到了18岁，李白便隐居在今四川省江油市内的大矿山读书，先后出游到江油、剑阁、梓州等地，增长了不少的阅历与见识。24岁时，李白离开家乡，踏上了远游的征途。他北游剑门关，南游成都峨眉山，然后舟行东下来到重庆，之后返回绵阳。1年后，李白辞亲远游东出三峡，来到湖北宜昌，之后由九江登庐山，作诗望庐山瀑布，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四川。蜀道难于上青天，然而比蜀道更难的却是无常的命运。26岁时，李白来到扬州，游玩姑苏，并卧扬州，半夜望月思乡作诗《静夜思》。病好之后，李白从扬州乘船沿隋唐大运河南下，渡过钱塘江来到绍兴，又沿曹娥江溯流而上，来到山中天台山，登顶华峰，作诗《天台小望》。之后，李白去往湖北省的安陆县，在途中还结识了李邕和孟浩然。1年后，李白迎娶了宰相徐御师的孙女许氏为妻，定居在安陆。这时正是大唐最强盛的时代。经过前面几代皇帝的积累，到了唐玄宗在位前期，社会经济空前繁盛，人口大幅度增长，史称开元盛世。30岁时，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扬州，前往送别时写下名诗《黄鹤楼》，送孟浩然之广陵。作为盛唐的见证者，李白也于这一年取道南阳，来到长安拜谒宰相张说，希望能得到他的引荐进入仕途。又曾谒见其他王公大臣，但均无结果。那么，李白为何不去参加科举呢？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试着寻找一下原因。在唐朝中前期，科举录取人数较少，而且地位也相对较低。除此之外，李白的家世背景比较模糊，在史书上记载不一，甚至都没有谱牒，这在当时是不符合参加科举条件的。因此，李白才选择通过高官举荐入仕。李白在长安时寓居于玉真公主的别馆。玉真公主是唐玄宗的胞妹，早年修仙入道，时常召集文人道士宴饮作乐，李白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为公主写了一首诗，盛赞公主的仙风道骨。坊间传闻李白与玉真公主有过一段情史，但是从后面的结果来看，这时的李白和玉真公主恐怕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。心灰意冷的李白在暮秋时分出游滨州，冬季出游仿州，然后又回到长安。李白在长安待了1年左右，由于生活困顿，于是就离开长安。在此期间，他的好友王延入四川，李白作诗《蜀道难》赠予王延。回到安陆后，李白每日以耕种读书为生，闲暇时也会出游，结交了一些好友。34岁这一年，李白北上洛阳，与崔宗之相遇，成为好友。之后，在嵩山与友人喝酒的时候，作诗《将进酒》。也正是在这一年，李白为玄宗献上著作《明堂赋》，盛赞明堂之宏大壮丽，写尽开元盛世的雄伟气象，想要以此谋求官位。由于家庭的缘故，李白不能应长举和制举，一入仕途，只能走献赋之路，这就是李白献赋谋士的原因。1年后，唐玄宗外出狩猎，李白恰好也在西游乘机献上大猎赋，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。同年，李白在长安向玉真公主献诗，助她入道成仙，由此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。3年后，李白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，离开长安。40岁时，李白的原配许夫人去世，李白移居鲁地，与好友韩怀培正等人隐居在徂徕山纵酒酣歌，号称竹溪6邑。不久之后，李白的命运
又一次发生改变。在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推荐下，唐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，对其十分倾慕，便将42岁的李白召入长安。李白进宫朝见，那天玄宗将辇不迎。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，对唐玄宗的问题对答如流。唐玄宗大为赞赏，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，负责给皇上写诗文娱乐，陪侍皇帝左右。唐玄宗没有宴请或郊游，必命李白侍从。李白觉得这次自己终能大展宏图。然而唐玄宗召他进京，并不是真的爱才，只是想用李白的诗句来标榜自己的盛世罢了。43岁时，李白奉诏作《宫中行乐词》和《清平调》等诗词，久而久之，李白也对这种御用文人的生活感到无趣，整日饮酒作乐，与贺知章等人结成了酒中八仙。李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陈氏酒中仙。杜甫的这首名作就是李白在长安时的生动写照。不过这时的李白还没有认识杜甫，诗圣与诗仙的相遇还要等到2年之后。有一日，唐玄宗召李白作乐词，李白正在醉酒之中，洋洋洒洒写了10几章，还让大宦官高力士为自己脱靴。由于李白太过狂傲，因而招来小人的记恨。他们在唐玄宗面前攻讦李白，使得唐玄宗对李白越来越疏远。44岁时，李白知道自己终究不会得到重用，便离开了长安。在洛阳，李白结识了33岁的杜甫，两人一见如故，成为至交，结伴来到河南商丘。分手之后，李白来到山东济南紫极宫请道士授道路，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，成为了一个道士。作诗侠客行1年后，李白与杜甫在沙丘第3次会面之交之情不断加深。李白作诗沙丘城下祭杜甫之后，二人再没会面。这时的李白已经46岁了，人生已经过了2/3。在之后的8年里，李白南下扬州，在南京作诗登金陵凤凰台，之后以南京为中心登天台山，由霍山完庐山回到山东兖州家中，后又由封丘北上去往安阳，之后经河北邯郸抵达北京，最后返回商丘休整。之后李白离开商丘，再次春游南京，下至扬州，然后继续向南来到九子山，将九子山改名为九华山后，继续南下游黄山。在游历桃花潭时，李白写给好友汪伦一首离别诗赠汪伦。此时的李白已经见识到了在盛唐光辉艳丽的表象之下，其实潜藏着各种危机。一旦有人砸碎这个幻想，那么盛世锦袍下的狮子将会现出原形。而这个人就是安禄山。公元755年，安禄山以讨伐杨贵妃之兄杨国忠的名义起兵造反，迅速席卷中原，史称安史之乱。没过几个月，叛军就攻陷长安，唐玄宗被迫南逃至蜀地。皇太子李亨在05自行登基称帝，史称唐肃宗。唐朝自此由盛转衰。56岁的李白当时正在金陵游历，听说中原大乱之后，连忙接家人南下避难，隐居于庐山之中。唐玄宗第16子永王李璘听说了李白的才名，便要召李白入幕府。李白本不想掺和这个乱摊子，但是永王连下几次聘书，最终还是将李白收入麾下。李白作诗《永王东巡歌》，以表建功报国之心。永王李璘手握4道兵马，野心勃勃，率领水军东巡，直奔扬州而去，被唐肃宗以谋反的罪名围剿，而李白也跟着倒了霉，被抓进狱中。李白的第2任妻子宗夫人为他四处奔走，经过御史中丞宋若思说情，才得以获释。宋若思要推荐李白入朝为官，没想到唐肃宗非常记恨永王李璘，将参加过永王幕府的李白流放到夜郎。58岁的李白从九江监狱向夜郎出发，经湖北黄石至武汉，过三峡、重庆后来到夜郎。公元759年，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，宣布大赦，规定死者从流，放以下者完全赦免。59岁的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，终于获得了自由，赶紧北上，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旅行。李白随即顺着长江疾驰而下，而那首著名的《早发白帝城》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。在李白人生中最后的3年里，他四处游浪，从湖南、湖北，再到江西、江苏、安徽，
最终在赴临终歌后病逝，享年62岁。